将军，快救救我们！契丹人杀过来了！屠尽全城百姓的，竟是昔日镇守边关的铁心将军。爹爹保护着一城的百姓，爹爹是大将军、大英雄。菩提苦海的战鼓声里，慈心镇的佛花下，到底隐藏着怎样一段惨绝人寰的悲剧？938年，石敬瑭按照约定将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942年，石敬瑭病逝，石重贵继位后，试图摆脱屈辱地位，不顾国力悬殊，对契丹态度强硬，上表仅称孙，不称臣，并削减岁贡。此举激怒了耶律德光。944年，契丹以赴恩贝约为由，发动南侵，晋军据守黄河防线，契丹无功而返。945年，契丹再度南下，渔阳城惨败，耶律德光仓皇北撤。946年秋，契丹第3次南侵，耶律德光采纳降将赵延寿之计，假意在瀛州投降，又后进军北上。主帅杜重威避战不进，率大军入瀛州后犹豫不决，被契丹伏击，前锋溃败，战局逆转。契丹军自益州定州南下，直逼衡州。冬月，杜重威在中渡桥率全军投降，后进防线全线崩溃。947年正月，契丹长驱入汴京，后晋灭亡。定州是中原抵御北方外族入侵的军事重镇，杜重威消极避战期间，定州一带成为晋辽交战的前沿战场。燕北盟天虎军统领叶万山率军坚守于此，全军唯以守城护民为信念。叶家世代从军，叶万山早年曾被困敌阵，腹背受敌，忽见天边流星坠落，他心有所悟，策马奋起，一跃脱围，从此以奇勇闻名，被称为北地万夫莫挡的一代名将。契丹入侵那日，纵使妻女被契丹掠走，要挟他打开城门，纵使家破人亡，他也不曾投降。他想，若是以他一家的牺牲可以守住一城的百姓，那便值得。可城还是没守住，契丹兵势如山，援军未至，叶万山纵使拼尽全力，定州依然失陷。被迫退守那日，他明白了，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守土安邦，更谈不上收复失地。无奈，他只能带着残余的天虎军遮居到一座小城，等待朝廷北伐。这一等就是13年，噩梦缠身的13年。梦里是怨恨他的妻儿，是如尸山般的百姓，他唯一能够握紧的只有手中的刀，一遍又一遍挥斩杀敌。所幸后来他终于等到了柴荣亲征北伐了。959年4月，柴荣挥师北伐契丹，仅用42天便连下3关，收复3州17县，创下5代时期中原政权对辽作战的最大胜绩。5月末，他计划乘胜进军幽州，彻底收复燕云失地，却于6月突患重病，无奈下令撤军。959年6月19日，柴荣病逝于开封，其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由福太后垂帘听政。后周因主少国疑陷入动荡，北伐随之告终。而此时的叶万山正重新穿上日夜擦拭的铠甲，带着一手操练的天虎军整装城下，以盼大军。可谁知北伐竟然半途而废。怎么可以？他的妻子、女儿、儿子都没了，熬了那么多年，边城的百姓受苦那么多年，怎么可以说不北伐便不北伐？必须要北伐。若是那些躲在后方的懦夫不敢北伐，那他叶万山便逼他们北伐。叶万山调转马头，将刀刃转向城中百姓的方向。黑云蔽日，天光微弱，谁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若以一城百姓的牺牲可以守住天下百姓的安宁，那就值得。那一夜没有外敌来犯，但却有人见到契丹军入城，痛苦的嚎哭声响彻了这个叶万山谪居13年的小城。铁心将军的铁心从此变成了铁石心肠的铁心。惨剧发生后，田英以妙善的身份率领众弟子在清河的菩提苦海筑起了一座罪业塔。随后他让叶万山带领那些参与过屠城的天虎军前往塔中静修赎罪。妙善对叶万山说，只要能渡过眼前的菩提苦海，就能抵达幸福的彼岸。
可在叶万山看来，这苦海他怕是渡不过去了。叶万山将自己囚禁于永福禅院的醉夜塔内，塔外晨钟暮鼓，昼夜不息。无数天虎军在寺内哀嚎，他们以铁链自缚，忏悔罪孽，希望借寺中禅音洗净心中迷障。临行前，妙善将一块阴刻佛光玉交与叶万山，称此玉可静心凝神，助他早日重返战场，暗指北伐仍有希望。之后，田英便匆忙离开清河，前往江南执行刺杀契丹使臣的任务。碧泉山西侧有座因采石而兴的小镇，旧名石宫镇。唐代佛法盛行，匠师杨纂之率弟子定居于此，潜心钻研佛雕，悟佛入意。他们所雕的佛像灵气内蕴，让石宫镇声名大振，小镇也因此改名为慈心镇。以杨家为首的4大家族在此以佛雕为业，世代相传。955年，柴荣下令灭佛，幸得妙善在御前力争，劝柴荣去伪存真，保留赤峨寺与真和尚。柴荣封妙善为佛子，次长法华禅院。自妙善在佛光顶讲经，引佛光乍现后，他便名镇善妙州，百姓信其为真佛，将其奉为新的信仰。慈心镇的村民们想着，镇子就在法华禅院边上，有佛子庇佑，雕佛事业应当无忧。然而自956年起，前来采买佛像的商船却越来越少。959年，妙善请佛雕师杨道信前往菩提苦海，将一块稀世璞玉一剖为2，允诺事后重金酬谢。这几年，慈心镇佛雕业日渐凋敝，佛雕师们入不敷出。杨道信正为生计发愁，便一口答应下来。灭佛终究还是给这座靠佛雕为生的小镇带来了沉重打击，数百口人失了生计，镇上人心惶惶。众人不明白为何自己一生行善，却落得如此结局。于是杨道怀提议，佛雕师们一同前往菩提苦海，去找妙善禅师问个明白。与此同时，杨道信听见醉夜塔的方向传来阵阵鼓声，那是暮鼓，却不知被何人在白日敲响。他心生不安，担心妙善有难，急忙往菩提苦海赶去。在寺院中进修的天虎军被这反常的鼓声惊扰，那一夜惨无人道的屠杀仿佛又在眼前重演，心魔再度苏醒。他们挣断锁链，疯狂杀戮。寺院中的禅师以及恰好来寻妙善的慈心镇佛雕师们尽数惨死。昔日的菩提苦海沦为真正的无间地狱。镇上大半佛雕师在苦海惨案中丧生，不少人家没了顶梁柱，佛雕传承几近断绝。村民们找不到宣泄的出口，便把所有过错全算在了当初提议去菩提苦海找妙善的杨道怀头上。就连杨家人都容不下他，他们把杨道怀父子从族谱上彻底划去。可杨道怀早已身死，这笔债终究需要镇上残存的杨家人偿还。原本是4大姓氏之首的杨氏，自此成了众矢之的，在镇上处处受欺凌。杨道怀的侄孙杨小妖整日被村里孩子追着排挤。杨道敏带着儿女偷偷搬去了神仙渡，杨良公则领着女儿杨信儿躲进千佛谷，再也不敢踏回慈心镇一步。可村民的怒火却还没平息，为了泄愤，他们将一尊巨大的石佛推倒在杨道怀的宅子上，把宅子砸成了一片废墟。走投无路的杨道怀妻儿没了别的去处，只能搬去佛雕厂勉强安身。安稳日子没过上几天，佛雕厂突然燃起大火，众人都以为他们母子俩已葬身火海，却没人知道杨一来其实没有死。那场火来得猛烈又异常，让人不免猜测这场灾祸也许并非意外。从火海中死里逃生的杨一来，没了母亲，没了家，满心只剩对慈心镇人滔天的恨。他悲痛欲绝，发誓要用整个镇子的人来祭奠父母的亡魂。法华禅院因住持是佛子妙善，曾是清河香火最盛的寺院。妙善禅师离寺远游后便音讯全无。960年2月，大弟子慧耀担心师父遭遇不测，独自踏上寻师之路。慧耀年幼时是为混口饭吃才落发为僧的，他本无信仰，遇见妙善后蒙其悉心教诲，才真正信了佛。后来如愿成了妙善的大弟子，
他更视师傅为救赎，常伴其左右，直到他知道了师傅的秘密。3月，慧耀收到一封密信，从信里得知妙善此人自始至终都是一场骗局。本就脆弱的佛心彻底破碎，他对恩师百般辱骂，连所学佛法也被他嗤之以鼻。他觉得自己的大半生都被田英用佛法毁掉，发誓要找田英报仇。此后，他接管了法华禅院，自封破戒如来，专门与佛法作对。不仅将禅院里缅怀妙善的僧侣尽数打出寺庙，又广招山匪强盗，借着佛门名义行劫匪之实。962年，田英从南唐回到清河，绣金楼很快闻风而至。他们不仅想取田英的人头，拿到换脸义士的名单，借此修复与契丹的同盟，更想趁机在清河疯狂扩张势力。为调查妙善与佛光的秘密，绣金楼派了一支绣金卫前往慈心山院与慧耀合作，还在暗中散播曼陀罗花种。这些曼陀罗花被冠上佛花之名，其花香与花粉都能让人成瘾。绣金楼却对外宣称此乃神秘灵药，服用后能让人精神百倍，甚至无需睡眠。福马庄的庄主齐飞俊就曾遭此毒害。绣金楼统领佟林表面服从慧耀，实则暗中引诱他染上曼陀罗花瘾，好借此操纵他。后来染上毒瘾的慧耀把禅院改名为慈心山院，专门研制这种佛花祸害慈心镇的百姓。这处寺院也成了绣金楼实验梦魁的据点。此前齐飞俊与阿武就曾被抓进山院，齐飞俊侥幸逃出，齐阿武却被制成了梦魁。就连一对世家大族的父子也未能幸免，被绣金楼掳去改造成了梦魁。为报杀母之仇，杨一来投奔慈心山院，加入了绣金楼，成了散播曼陀罗花种的佛花使者。他顶着这层身份，带着信徒们来到镇上，逢人就讲供奉佛花的好处，鼓动镇民以种花为生。他还蛊惑村民，只要以虔诚之心种下佛花，再用自身血肉供养，3生罪孽都能烟消云散。只要种了佛花，就能得到佛祖眷顾，等佛花开了，真佛自会赐福给镇子。自此，整个慈心镇彻底成了绣金楼的佛花种植地。绣金楼借着村民的手大规模种花，每天派专人来镇上收花，然后磨成粉。磨粉的残渣则喂给村民吃，吃了毒粉的人都会变得神志不清，不能晒太阳，只能在夜晚活动。若是有村民不愿种花换毒粉吃，就会被直接抓进山洞关起来，拷打折磨。侥幸没被抓的村民只能在巫鼠的帮助下偷偷藏在村里的地洞下苟且偷生。叶万山也一直在等鼓声响起的时候，等一个他可以死的时候。962年，我们在探索清河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荒废已久的苦海突然响起了鼓声。循声来到永福禅院的醉夜塔旁，我们看见张隐芒正用力地敲击着战鼓。他让我们按他的要求逐一敲响另外3面战鼓。将军一定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鼓声落下，幻境袭来，我们看见了深藏在塔下的醉夜。在与叶万山的心魔对战时，也亲眼看见了这位曾誓死为国的将军是如何一步步坠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击败心魔后，田英留下的阴刻佛光玉落入我们手中。随着最后一声钟鸣，幻境与醉夜塔一同碎裂，张隐芒力竭倒在战鼓下，再没醒来。叶万山则从塔中走出，此后便没了踪迹。我们至今仍未完全弄清张隐芒的用意，只知他舍命敲鼓引叶万山出塔，是受一位先生所托。敲鼓时，他反复念着一句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想来他是迫切盼着叶万山这位昔日名将能战胜心魔，出塔统军北伐。可关于更多内情，他的哥哥燕藏风却半句不肯多言。我们只能猜测，那背后之人或许是想利用叶万山，利用很多人，达成某种目的。宝刹虽毁，苦海难绝。醉夜塔倒了，叶万山的罪业却未消散，他的故事也远远没有结束。